嗨，大家，好久不见。先跟你们说谢谢，谢谢你们喜欢支持我的节目，谢谢你们喜欢支持 Angel8810，然后记得请先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然后好久没有帮大家录新的节目了，对，因为快过年，就是快到我们农历新年了嘛，所以这段时间那个咨询跟问世的预约会比较多，所以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凑的帮大家录新的节目。然后今天刚好有一个小空档，就赶快。其实我这段时间好多事情要跟大家分享，那就可能要等我慢慢的在节目上跟大家说。那今天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咨询的个案。我上一次帮他咨询的时候是大概3个月前吧。他大部分都是问工作的事情，然后在上个礼拜，今天是礼拜3嘛，上个礼拜的时候我看到他其实有点吓到，因为他的状态其实还蛮憔悴的，就是他原本是一个发光的人，是绽放的，然后是美丽的，然后很开朗，真的很开朗。那我那天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完全是暗淡无光，那个不是没有化妆或是什么的关系哦，就是暗淡无光，然后整个人笑容都不见。总之，他那天来问我的是关于感情的事情。那他说他跟他另一半在一起大概快半年吧，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现在几乎是有点想要其实有点想要自残的状态，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没办法满足他另一半的要求，就是他不管怎么做，他总是被嫌做的不好，然后做的不对，然后也常常遭受他就是现在这个对象的算打压吗？或是批评，然后他已经开始陷入真的就是完全非常严重的自我质疑，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实他已经开始有点错乱了，就是那个是非观跟价值观已经被他现在这个另一半已经导向到认知已经出了问题。那总之我觉得还蛮庆幸是他还有一点点的敏锐度，他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他有问题还是现在这个对象。那其实他跟我叙述了一小段的时候，其实我就跟他说，请他先等我一下，我就就是稍微感应一下。很明显的，我这边接收到的讯息是，他现在的另一半心房非常重，非常非常非常重。我那时候，我看到的画面是铜墙铁壁，就是跟那个这样子有几公分，10公分吧，10公分的那种不锈钢的门，就是像银行金库门的那种厚度，这么厚。对，我看到的画面是这样子，所以我跟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状态下，其实你不用太奢求这样子的人，他处在这样子的状态，他能够给予你爱，因为他现在的另一半心房非常重，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开启的。那虽然他的表面上、他的行为上、他的仪容打扮状态看起来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通常这样子的人都有极度非常严重的自卑感。那因为他的另一半没有来找我，所以我并不知道他的自卑感是来自于什么原因，或是怎么成型的。但是我这边感受到的就是他现在这个另一半自卑感是相当重的。那其实自卑感重到一个程度的人，应该说自卑感如果有，但是他还没有重到那么严重的人，他通常还可以去跟他沟通这个部分，就是他现在还能够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其实他是一个自卑感很重的人，那他的自卑感是来自于哪里？但是如果是已经到这样子程度的人的话，其实他是不可能会跟你承认他有自卑感的，因为他自己的心里还很清楚，并且承担着他其他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不堪。我那个所谓的不堪是指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的自卑感有多重，然后也因为他的这个自卑感所造成的这个非常非常阴暗的黑暗面，曾经伤过多少人，然后甚至他为了要建立他自己的安全感跟可能在某些关系中的地位，他曾经去伤害多少人，这个部分的不堪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像这样子的人，他是不可能会跟你承认他有自卑感，然后并且他离爱的理解还非常非常遥远。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子的人，他通常因为他毕竟是处在社会上，那好像身为人类就会有一个爱这个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子的人他是不知道爱是什么的，所以也不用去奢求现阶段的他能够给予爱。那我之前其实有想要，应该啦，我这一集的节目应该就会叫做遇见你，我浑身是缺点。其实这句话就已经完全点出了所有的精华，因为我的当事人就是这样子。我在3个月前看他的时候非常正常，他那时候来询问我工作上的一些选择跟大方向，非常非常有光的一个人。然后3个月之后，他就已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那我在跟他咨询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已经陷入了那个有点其实严重的，应该是漩涡里面吧。他一直不断的强调说，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让他的他现在相处的另外一半是满意的，或是达到他的标准。因为他不管怎么做，他永远就是被嫌做不好，然后被说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怎么样，然后就是因为你做的不够好，所以怎么样。那他在言语中也时常被暗示，你其实不够好，是今天因为有我才愿意接纳这样的你，所以你可能要感觉很庆幸。类似这样的语言有出现在他们的对话中，所以我跟我的当事人，我就跟他说，我说除非你有足够非常强大的能量跟自信，可以去打掉这个人从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个自卑感，不然我会建议可能先彼此冷静一段时间。那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断的帮我当事人去抽丝剥茧，并且厘清一些头绪，是我必须要让他知道说，这所有的一切或是这段时间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的问题，或者是少部分，但是真正的问题或是状况造成走到今天这样子的状态的成因是你的另外一半。但是目前我并不觉得他的另外一半会想要去反省或是改进，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讨论了。那那天整个咨询结束之后，我很庆幸他的情绪跟他的思绪也都清晰很多了。然后后续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他会再跟我联系，然后让我知道他已经走出那样子的关系当中，或是再给我一些消息。对，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们生活周遭不一定是在爱情的关系里面，其实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人。那因为这2年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能量吸血鬼。其实这样子的人，他其实就是被归类在能量吸血鬼。就是还有一个东西是他的自卑感，因为过重，所以当他们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反向的形成防卫机制，那是保护他自己求生的一个或者是生存的一个状态。对，所以今天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以后大家不会遇到这样子的人或是朋友。那如果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有遇到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可以多一分提醒，或者是多一分关心，然后去及时的注意我们身边周遭人的一些状况。对，然后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然后就像我讲，我还有好多
好多事情要想要跟大家分享。在我应该过年，其实过年前后都是咨询问世状态会比较忙碌的时间，是因为大家都大部分会希望在过年前可能去整理或是做出一些决定，那大部分是工作上的，然后再来是感情，就少部分的会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再等我慢慢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然后再一次跟大家说，谢谢你们喜欢跟支持我的节目，谢谢你们喜欢跟支持 Angel8810，然后记得如果有想要听的主题，或者是有想要我在节目上帮你传达思念给什么人，都欢迎写信给我，写信到信箱这里，然后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按赞、订阅跟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喽，先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次见，我是 Angel， 谢谢你们喜欢 Angel8810，拜拜。